课堂上，老师揪住学生的脸，问他的父亲是做什么的。장의사。得知男孩的父亲是病医员，老师便毫无顾虑地朝他脸上猛扇。接着他又叫出下一个学生。 아버님 뭐 하시노? 연달입니다. 听到这个回答，老师立马怒了，他摘下手表将男孩一顿暴打。突如其来的反抗让老师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，随后被打的男孩叫上跟班，怒气冲冲地离开了教室。见此情形，老师也不禁有些心虚。 자, 저 아버지가 진짜 큰다리가? 예. 자는 전마도 큰다리가? 우리 학교 통인데 통? 제일 잘 치는데. 这是2001年上映的韩国电影《朋友》，某瓣评分7.8分。影片根据釜山最大黑帮七星社真实事件改编，上映后不仅拿下第22届青龙奖最受欢迎电影，还一举打破了由《生死蝶变》保持的韩国本土票房纪录，成为当年最卖座的韩国电影。故事还要从1976年说起。男孩名叫俊硕，出生于黑道之家，父亲是釜山最大黑帮七星社的老大，因此在父亲的影响之下，俊硕从小就是当地小镇上的孩子王。在他身边有3个十分要好的朋友，穿着黑色 T 恤的少年名叫荣赫，他是团队里的开心果家话痨。由于他父母都是商人，所以荣赫的家庭条件比较优越。他经常趁父母外出时，带伙伴们到家里偷看黄色录像带。坐在俊硕左边的男孩名叫山泰，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好学生，学习成绩常年排在学校前列。而团队里个子最高的男孩名叫东珠，他生活在一个贫苦的单亲家庭，父亲在殡仪馆工作，卑微的出身让他的自尊心十分敏感，这也间接导致了他日后悲惨的命运。4个小伙伴每天形影不离，他们经常结伴到海边去玩耍，一起坐在硕大的黑色泳圈上，共同探讨着那些漫无边际的话题。时间一晃5年过去了，4个人上了同一所中学。荣赫一如小时候那样口若悬河，虽然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太好，但在父母花钱走后门的帮助下，他和山泰一起被分到了尖子班。课堂上，他为了逃避点名，搬着桌子在后面躲来躲去，结果被老师抓了个现行。之后老师打开书包，只见刀子、斧子、双节棍掉了一地，结果自然可想而知。老师当众赏了他一套暴打脚底板。此时另一边，俊硕和东珠同样在接受老师的体罚，他们俩压根就不是学习的料，自然被分在了全校最差的班级。班主任老师是一个势利小人，打人之前都会先问家长的职业是什么。听说俊硕的父亲是黑帮老大，班主任瞬间就毛了，他根本不相信黑帮老大的儿子会分到这种班级，直接将俊硕按在地上一顿暴踹。忍无可忍的俊硕终于怒了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，他叫上东珠，愤然离开了教室。两人也因此受到了停课的处罚。放学后，在荣赫的鼓动下，4个人一起来到附近的女子中学，由7位少女组成的彩虹乐队正在学校礼堂举办一场演唱会。当台上的美女主唱一展歌喉时，站在台下的4人除了荣赫以外，全都被女孩靓丽的面容给迷住了。按照剧本的一般规律，好兄弟爱上同一个女人，势必会引发矛盾和分裂。这天在公交车上，荣赫告诉山泰，彩虹乐队那个美女主唱名叫真淑，是俊硕朋友多露的亲表妹。而且就在这个周末，在多露的牵线搭桥下，真淑答应带上乐队的姐妹一起到俊硕家里去聚会。得知这个消息的山泰内心惊喜不已。周末出发前，他特意换上一件新的衬衫，还带了一条喷了香水的手帕，努力把自己打造成好好先生的形象。可当他来到俊硕家后，眼前的景象却出乎了他的意料。只见凌乱的屋子里乌烟瘴气，男男女女们听着嘈杂的音乐，一边抽烟一边肆无忌惮的嬉笑。而他的梦中情人真淑正乖乖地坐在俊硕身旁，这让山泰燃起的心瞬间凉了下来。但他也只能坐下默不作声，直到俊硕发现他的手帕，并当众拿出来调侃他时，向来老实的山泰终于爆发了。突如其来的举动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。不过俊硕并没有因此生气，反而把山泰单独叫到了天台，问他喜欢哪个女孩，自己可以帮忙介绍。这让山泰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，他顿时对刚才的冲动行为感到惭愧。但俊硕却告诉他朋友之间不必言钱。之后在俊硕的安排下，山泰和真淑有了单独相处的机会。在狭小的储物间里，面对心心念念的女神，山泰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他只能借弹琴唱歌来掩饰自己的尴尬。可不料这却正中真淑的心意，他大方地表示愿意和山泰做朋友，之后更是主动献上了自己的香吻。然而俊硕的仗义之举虽然成全了山泰，却让同样喜欢真淑的东珠非常不爽。在卫生间里，他质问俊硕为什么那样做，如果山泰算是你的朋友，那他又算什么？难道只是你的跟班走狗吗？这个冒犯的行为直接惹怒了俊硕。听到此话，东珠立马攥紧拳头，可看着俊硕锐利的眼神，很快他又把手放了下来。其实相比于真淑，东珠更在乎的是俊硕对他的态度。这件事也为日后2人的决裂埋下了伏笔。自从上次和真淑亲吻以后，山泰完全没有了学习的心思，只要一有机会他就逃课出来，陪着真淑四处去玩耍。这天在旱冰场里，几个外校的流氓学生想要调戏真淑，山泰见状急忙上前去营救，结果瞬间惹怒了对方。领头的学生当即掏出一把短刀，将山泰逼到了墙角。关键时刻，俊硕和东珠及时赶到，只一脚便瞬间镇住了全场。줘봐. 걔안나. 줘봐, 이 씨발놈아. 니 이러고 뭐 하려고 갖고 댕기노? 随后在楼道里，
几个流氓学生跪在地上乖乖受罚。俊硕本想让山太好好出口气，结果他的拳头软绵无力，最终还是东珠亲自下场，将几个学生狠狠地暴打了一顿。经历了这件事后，4个人的友谊进一步被拉近。之后在山太的出谋划策下，俊硕和东珠成功获得班主任的谅解，停课数天的两人也终于恢复了学业。为了庆祝此事，荣贺提议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，本着谁最后到谁买票的原则，4个小伙伴在街头小巷展开了一场奔跑大赛。尽管东珠拼尽全力向前追赶，却总是和领头的俊硕差了一个身位，这也为两人今后竞争的命运提前预示了结果。然而原本看电影是为了庆祝，结果却意外变成了一场悲剧。在电影院的厕所里，山太不巧遇到上次被打的那群流氓学生，几人当即将他按在地上一顿围殴。趁机溜走的荣贺赶忙跑回影院呼叫救援。俊硕和东珠一听立马炸了，两人冲进厕所直接开干，3下5除2就把山太救了出来。可他们刚刚跑到走廊，影院里就冲出来数以百计的学生，将他们团团围堵在了里面。没办法，俊硕和东珠只能正面硬刚，抄起身边所有能用的武器，死死地守住楼梯口和走廊。一时间，整个电影院里喊杀声一片。很快，这件事就传到了学校。由于事态严重，影响恶劣，俊硕和东珠被学校彻底开除了，荣贺被迫转校，山太也受到停课1周的处罚。本就郁闷的东珠心里憋着一股邪火。在听到父亲的教训后，他直接阴着脸走了出去。第二天，他拎着一根铁棍来到学校，将教室的窗户一块块全部砸碎。随后，在众人的围观之下，他直接闯进了校长办公室。班主任骂骂咧咧的，刚想上前阻拦，东珠回身用铁棍狠狠地砸碎了荣誉墙，接着脱掉校服往地上一扔，向所有人撂下一句狠话： 내하고 만나지 마소. 当天晚上，心怀愧疚的山太找到俊硕，他偷偷从家里拿了一笔钱，打算和俊硕一起离家出走。谁知俊硕却直接拒绝了，他不愿意山太跟自己一样误入歧途，并劝诫他一定要好好完成学业，因为朋友之间不必言欠。一转眼又过去了3年，此时4个人的境遇已经大相径庭。山太和荣贺双双考上了大学，两人在寒假时一起来找俊硕，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，开门的人居然是真叔。原来真叔最终还是嫁给了俊硕。得知2位好友前来拜访，俊硕格外高兴，但此时他正处于毒瘾发作阶段，所以情绪很不稳定。通过真叔山太了解到，1年前俊硕的母亲因病去世，之后俊硕便染上了毒品。为了让他戒毒，俊硕父亲命人将他看管起来，并断掉了他所有的经济来源。临走时，山太将自己的羽绒服披到俊硕身上，他告诉俊硕，无论他变成什么样子，他们永远是最好的朋友。而另一边，东珠刚刚刑满出狱，按照当地的习俗，父亲带来一块白豆腐，寓意着让他从今以后可以清清白白的做人。也正是这天夜里，俊硕父亲找来曾经的手下杨道，让他带着俊硕正式加入黑帮。此时七星社已经分为2股势力，一股是由杨道领导的青龙派，另一股则是由山冈带领的新锐派。但山冈的为人阴险狡诈，得知俊硕跟了杨道后，他立马给了俊硕一个下马威。俊硕自知父亲退隐多年，在社团里早已日渐式微，所以他只能假装屈服，忍辱负重。然而等俊硕前脚刚走，东珠随后便走了进来。原来当初为了在黑帮快速上位，东珠主动去给山冈顶罪，所以这才在牢里蹲了2年。山冈自然也兑现了承诺，将东珠收入门下，并给了他一张1000万元的支票和一把短刀，而这把刀正是刚才用在俊硕脸上的。 필요할 끼다. 써라. 不久之后，俊硕的父亲意外去世，七星社也正式进入了分而治之的新时代。东珠和荣贺第一时间前来吊唁，山太因为学校考试所以未能赶来。等宾客们全部散去后，东珠陪着俊硕坐在门口，两人聊起了小时候的往事，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坐在一起聊天。东珠告诉俊硕，自己已经加入了山冈那边。俊硕听后立马劝他远离，说山冈为人狡诈且做事毫无底线。可还没等他说完，东珠就直接打断了他。 상고이 따로 된게 뭐. 장의사보다 낫다 아이가. 短暂的沉默过后，两人最终握手告别。眼看东珠马上就要离开，俊硕再次大声叫住了他：“东珠呀， 아버지 형 잘해줘서 고맙다. 우리 아버지한테 전할게. 就这样，东珠渐渐消失在黑暗的巷口，看着好友渐行渐远的背影，俊硕的内心五味杂陈。两人在这次谈话后，也真正开始分道扬镳。转眼之间又是6年过去，韩国迎来高速发展的1990年。此时的俊硕已经完全褪去青涩，成为当地名震一方的黑帮大哥。在机场回来的高速公路上，他和归国度假的山太意外相遇，两人随后来到一家烤肉店，一起喝酒，讲述近年来的经历。听说山太在美国已经攻读博士，俊硕由衷的替他感到骄傲。然而酒过3巡之后，喝醉的山太却开始口无遮拦，他痛斥俊硕不走正路，说黑帮就是一群危害社会的毒瘤，这让一旁的俊硕小弟们都面露怒色。可不料俊硕却将他们叫了过来。너 그래 이리 와봐. 이리 봐! 너가 떠났나? 어디서 너는 시건덕거리나? 교장님! 형님! 너는 참 먹을 가치가 없는 놈들이다. 나가서 차 트렁크에 앉아가 좀 잡고 반성해라. 나가. 예! 형님! 미안하다. 괜찮다. 지금끼리 미안한 거 없다.
吃完饭后，俊硕坚持要背着山太回家。尽管两人现在的身份大不相同，但俊硕始终把山太看作自己的朋友。而东珠经过几年的历练，也已经成为山冈手下最得力的干将。他带着人用各种卑劣的手段贿赂或者敲诈政府官员，帮助山冈拿下了一个又一个工程项目，但这却与俊硕这边发生不小的利益冲突。当年俊硕的朋友多禄，如今成为了俊硕身边的二把手。他提议应该给东珠那边一点警告，让对方不要把手伸得太长。可俊硕听后却断然拒绝了。 우리 엄마 아버지 놀다 장례 치러 왔다. 쓸데없는 생각 하지 마라. 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友情，这天俊硕主动来找东珠，邀请他去参加山太和荣贺的聚会。没想到东珠却一脸的冷漠。 네가 오라면 내가 가야 되나? 俊硕见状也只能尴尬的离开。当天夜里，东珠最终还是没能来赴约。曾经的4个伙伴只剩下3人，他们一起喝酒唱歌，共同回忆着儿时的趣事。而此时的另一边，东珠和父亲正在家里吵得不可开交。父亲不接受东珠赚来的黑心钱，还直接扇了他一个耳光。东珠立马夺门而出，愤怒的他从怀里掏出钱本打算撕掉，但最终还是抑制住了自己的委屈和怒火。 他回身打开房门，将钱直接丢进了屋里。随着七星社的内部分化愈演愈烈，为了压制杨道的青龙派，山冈偷偷向警局打了匿名举报电话。之后，警方以涉嫌违法经营为由，在桑拿房里逮捕了杨道。得知此事后，东珠也不禁感慨，他问身边的副手，自己是否有一天也会被人出卖？这让副手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而杨道的被抓，也将两派多年来的恩怨摆到了台面上。这天雨夜积怨已久的多禄背着俊硕，派出2个小弟偷偷潜入了东珠家。可当2人刚要拉开房门，不料东珠却从对面的隔断冲了出来，2个杀手被打了个措手不及，很快便倒在地上无力还击。东珠质问是谁下的命令。 누가 시킨 너? 준석이가 시켰더나? 여기다. 아! 第2天一早，东珠便带人闯入了俊硕的公司。他们二话不说，拿起棍棒砍刀就是一顿乱打。试图反抗的小弟被人踢进电梯，堵在角落里乱刀砍死。 而看着眼前的一切，东珠的脸上异常平静。此刻他的心中只有复仇2字。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，俊硕当天并没有在公司。倒霉的多禄被人堵在楼内，最终惨死在了东珠的刀下。几天后，多禄的葬礼在一个雨天举行。看着昔日好友已逝，俊硕的内心悲痛不已。他知道必须要给兄弟们一个交代了。可就在他整理房间时，无意间看到了一张中学时的照片。往日的情谊再次触动了他的心。于是他决定独自去找东珠，为他们的友情做最后一次努力。见面后，俊硕并没有提多禄的事。他说山太今天就要回美国了，希望东珠和他一起去机场送他，但东珠听后却轻蔑一笑，表示自己根本没有时间。昔日的友情似乎早已被他抛到脑后。见此情形，俊硕只好直入主题。他猜到自己的父亲当年是被东珠所杀，不过事到如今，他也并没有怨恨过东珠，因为人在江湖身不得已，他们无非都是在奉命行事罢了。所以这次俊硕特意前来，是希望东珠能出国待几年。毕竟青龙派死了这么多人，杨道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。可是面对俊硕的好言相劝，东珠却表现得并不在意。他劝俊硕还是自己出国去待几年更好。没办法，2人的谈话就此结束。临走时，东珠让手下不要为难俊硕，毕竟今天是他父亲的忌日。出来后，俊硕站在车前默默地抽烟，在沉思了片刻之后，他将烟头重重地扔在地上，似乎在心里做了某种决定。而另一边，东珠虽然嘴上说了不在乎，但反复回想俊硕说的话后，他最终还是决定去机场给山太送行。可就在他准备上车时，身边的副手突然将他抱住，一个戴着帽子的男人从后面窜出，拿着尖刀往他身上猛扎。东珠踉跄地向外逃跑，但帽子男很快又追了上来，在一处电线杆下，东珠被刺了多达数十刀，他的意识渐渐变得模糊起来。随着帽子男出刀的速度越来越慢，东珠用仅存的一丝力气对他说：“帽子男听后这才慌忙跑路。东珠靠在电线杆上无力的抽搐。他曾经预想过自己的结局，但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。伴随着阴绵凄冷的雨水，东珠最终彻底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时间来到1993年，等山太再次回国时，东珠被杀的事已不再是新闻。从荣贺的口中他得知，为了逃避警方的抓捕，在老大杨道的运作下，俊硕成功逃到了夏威夷避难。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，1周之前他突然回国，并在一家 KTV 里大打出手。结果被警察当场抓获。在等待审判期间，东珠的父亲前来探视，他说自己并没有怨恨俊硕，因为直到现在他都不相信是俊硕杀了东珠。而荣贺这边也已经疏通法官，叮嘱俊硕在法庭上什么都不要说。但无论是谁前来会面，俊硕始终一言不发，谁也不知道他沉默的外表下到底在想什么。终于到了庭审这天，在法庭上面对法官的提问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俊硕竟然承认是自己杀死了东珠，并声称东珠是他最好的朋友。此话一出，全场顿时哗然。法官最终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俊硕有期徒刑5年。这天山太独自来到监狱探望，在探视人的关系一栏中，他写上了朋友2个字。隔着冰冷的
的铁网，两人强颜欢笑的互相问候。可当山太说出那句朋友之间不必言欠后，俊硕再也无法保持平静。关于山太问他为何要主动认罪，俊硕并没有正面回答。 쪽팔리지. 동수나 내나 둘 다 건달 아이가. 건달이 쪽팔리면 안 될 거 아이가. 很快探视时间就结束了，看着俊硕离去的背影，山太的眼睛泪流不止。他一遍一遍地喊着要俊硕保重，自己会再来看他的。在返回牢房的路上，俊硕凝视着走廊的尽头，恍惚之间，他的思绪仿佛又回到了10几年前，在那个炎热的夏天，4个小伙伴坐在硕大的救生圈上，无忧无虑地在海上游玩。这时，山太发现潮水开始上涨，告诉小伙伴他们离岸边已经很远了。于是，在俊硕的提议下，众人合力抱着泳圈朝岸边的方向划去。电影至此全部结束。好了，我是力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